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党键。前面我们整整用了6集的时间，讲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历史、现状和未来。那么为什么要花这些篇幅去知道这些内容呢？就是为了今后这3集。这3集我们会讨论如何去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中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了，说这些方法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的。那么这个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如果像朝鲜的那种体制的话，我们建议是无效的啊。而且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的，甚至可以让你送命，对不对？但话要反过来说啊，反正他们也看不到这个视频，对不对？说到成熟的市场经济，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同意。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至少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吧，就是赚钱。但是赚钱有几种方法呢？以主播有限的知识来看啊，主播认为有4种赚钱的方法。那么第一个就是打工，那么顾名思义就是你给老板工作，然后老板给你薪水，大家都知道。那么第2个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意。那么你建立自己的生意，你需要洞察市场需求，整合人才、资金，去规划自己的产品，然后生产，最后向市场出售，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这个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意。那么第3种方法呢，就是使用股权。说到股权，这个就来到了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了，或者说是另一个层次。很多自称经济学家高手的专家，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明白这个问题，那就是股权的定价机制和商品的定价机制，它实质上是2种定价机制，在市场经济里面它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股权资本的定价方式，这边是产品人工的定价方式，中间实际上是有一条巨大的鸿沟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容易的分成打工者和资本家2个看上去似乎很对立而且很两分的一个两个层次吧，2个阶层吧。但这里面的根本的不同在哪里？由于我们这个整个频道都是讲人工智能啊，那么这属于经济话题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我们可以留言，我们文字讨论，或者以后可能在别的频道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就是第4个赚钱方法，就是资管，就是资产管理。资管呢，它就是完全是依靠资产的增值或者分红来分利。那么他们就是上市公司老板的老板。资管他们控制了无论从科技还是到媒体，从石油到零售，从银行到基金，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投。这里面他们最钟爱的就是媒体和银行了。有了媒体和银行，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控制全世界，这个就是另外的话了。所以呢，市面上很多流行的一些深层政府或者说是阴谋论的原型，基本上就是这些资管公司。那么就比如说先锋 Vanguard 或者说是黑石 BlackRock， 他们旗下管理的资产基本上都在8.5万亿美元左右。8.5万美元，8.5万亿美元，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2家合起来资产就是17万亿美元，基本上就占到了全世界 GDP 的20%。当然了，就是如果我们撇开市场经济这一个限制来说的话，其实还有第5种赚钱方式，就第5种赚钱方式。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加了市场经济这个限制了，我们就不聊这个第5种赚钱方式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人工智能发展的3个阶段吗？我知道。第1阶段是现状，它一直持续到2027年、2028年，通用人工智能出现。第2阶段是27年、28年之后，一直到2040年、50年，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为止。第3阶段是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之后的时代。非常好啊，多谢你帮大家再温习一遍啊。然后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多谢啊。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那么这4种赚钱方式和人工智能这3个阶段怎么匹配呢？非常简单，对不对？我们只要画一个表格就好了。我们横向就是人工智能的3个阶段，纵向我们就可以用赚钱的4个方式，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个4×3的表格了，对不对？那么画好表格以后，我们就接入正题。这一集我们就先来聊一下打工。打工是绝大多数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打工赚钱。赚了钱就可以养家糊口，买房买车，吃喝玩乐，发展爱好，反正你的钱你随便怎么花吧，对不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工人的赚钱能力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能力的稀缺程度，以及市场对他技能的需求程度。如果一个技能市场不需要，就是他再厉害，也是没有办法赚到工资的。就比如说屠龙术，对不对？你很厉害，但是世界上没有龙，市场也不需要，你就没办法赚到工资，你靠打工就没办法，对不对？当然了，话也说回来，就是市场需求呢也是可以创造的。那么特别是娱乐文化类的一些需求，不过这是创造需求是 marketing 另外一个话题了啊。反正顺便主播也提一下了，就是之前主播问过 ChatGPT。什么是最无用的技能？ChatGPT 给出来的答案是平衡鼻子上的勺子，就是这样。反正主播是做不到了，但是其实，这个技能也能赚钱，这说不定能在马戏团里面赚钱，是不是？但是反正这是一个搞笑的话题了。所以说，练就一身符合市场需求的本领。这个呢就是打工人提高自我价值最基本的一个做法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通用人工智能，在2027年、2028年出现之前，什么职位最吃香呢？和人工智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吧，每个人都可以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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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大堆，但是谁才是正确的呢？那我们就得找权威，对不对？而且找了权威，我们也得用数据说话。那好。我们的权威来了，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大家听了可能有点陌生，但是中文世界有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达沃斯论坛。想必大家都听过达沃斯论坛，对不对？他们出了一份报告，名字叫做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主播就把它翻译成2023年未来工作报告吧。2027年之前，世界上工作都会有哪些变化呢？和人工智能它又是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告是怎么说的吧。这个报告研究了8亿2千万个岗位的数据，分析了2023年到2027年全球岗位的变化情况。一共是296页，那么我们不需要一页一页读，我们就直接跳到结论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一张2023年到2027年，每种职位增加百分比的排名。这里我们仅引用其中的前10位。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的职位增长是最快的，增长率是在37%。左右。那么前10位里面，第6位数据分析科学家，第8位大数据专家，都只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另一种称呼罢了。那么可以看到，前10位里面已经有3个是直接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的。另外，第3位业务智能化专家，第4位信息安全专家，第5位金融科技专家，第7位机器人专家，第10位数据转型专家，都和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强相关的职位。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2027年间这5年间，增长最快的10个职位，其中有8个职位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作的数量都会增加30%以上。让我们再看看2023年到2027年，职位减少百分比的排名。那么可以看到，减少最快的职位大部分都是行政事务类的一些工作，那么比如说银行出纳、邮局柜台、
售票员、收银员、行政秘书、出纳、薪资人事、仓库保管员等等。那么这些职位的快速减少和计算机互联网带来的办公自动化，其实关系更大。基本上和人工智能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其中这几位里面和数据相关的是处于第4位的数据录入员和第10位的统计财务保险专员。但是其实这2个职位的减少，也是由于办公自动化而引起的，和人工智能也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对比上面的2个增长最快和减少最快的2个职位，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对职位的影响，至少在2028年之前，实际上都是正面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替代，至少到2028年之前，实际上还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可以说它还没来得及替代人类的工作，对不对？而工作的减少，实际上更多的是由于办公自动化而带来的。当然，这个报告里面也对，就是除了人工智能以外的其他技术对岗位的影响、工作岗位的影响也做了一些评估。但是呢，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人工智能啊，所以那些技术和人工智能没有什么关系。说一下吧，我们还是蛮期待的哎。行，既然有朋友要求，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结论，我们直接就跳到结论，说，报告里面呢，实际上列举了28种技术。那么这里面大部分的数据分析和，这里面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是分开的。那么这28种技术里面呢，这28种技术带来的基本上都是正面效果，都可以带来职位的增加。那么只有2种技术，在2023年到2028年这5年里面，实际上带来的工作岗位是净减少的。那么这2个工作岗位就是人形机器人和非人形机器人。大部分的调研公司呢，实际上都认为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都会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顺便我们再提一下，这个报告里面另外一组数据啊，就是2023年到2027年增长数量最大的职位。刚才提到的是增长百分比最多的职位，那么也就是增长最快的职位。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增长数量最多的职位。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数量最大的职位是农机操作员，那么第2位是大卡司机，第11位是轻卡司机。怎么样？还记不记得主播在前面一个视频里面说过，完全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吗？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报告明显就佐证了主播之前的判断。至少在2028年之前，卡车司机、农机司机、小货车司机的需求依然都会大幅的增加。如果自动驾驶在2028年之前能够成熟，市场对司机的需求为何会持续走高呢？就说明了自动驾驶事实上在通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它是很难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的。至于主播为什么说全场景的5级的自动驾驶很难实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下参阅一下主播之前的视频啊。看了这么多数据，对我们打工人来说有什么用呢？让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啊。这张图呢是2027年相较于2023年工作职位的变化图。那么2023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呢，就这个图表里面，它一共是调研了6亿7300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蓝色和紫色的小方块加在一起。那么这些工作岗位中呢，大概有8300万个岗位会消失，也就是图中的紫色小方块。但是呢，也会有6900万个工作岗位会被创新出来。也就是说，2023年到2027年，整个工作岗位的变动会占到整体工作岗位的23%。这可以堪称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了。人们常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无休止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创造机会，机会就会创造英雄。打工人的高低，打工人的薪资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死守正在消失的一些职位，只会让你的生活一步步的陷入更加艰难的泥潭。找到高速增长的领域，主动拥抱趋势，使自己的才能时时刻刻都处在市场紧缺的位置。这样，即使你天赋平平，资质一般，也能使你的人生变得轻松愉快。当然了，个人爱好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每天去上班都是感到厌恶、板着脸，然后甚至造成精神上的一些损伤，就比如抑郁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上班就没什么意思，对吧？就算薪水再高，这个活的意义就不在了。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当然，除了薪资以外啊，当然这里我们这个视频我们主要还是讲怎么去获得更好的薪资。拿之前2个表格里面的2个职位来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看到消失最快的职位之一，实际上其中就有数据录入员，但是同期数据专家又是增长最快的职位之一。那么这2个职位呢，实际上都是和数据打交道，和人打交道相对比较少一点。那么属于对职员性格的要求，实际上是比较类似的2个工作岗位，一个是在消失，一个是在快速增长。那么只要数据录入员掌握了一些大数据的算法和一些编程的技巧，那么他就可以从数据录入员一个正在消失的职位去转型成一个大数据专家。那如何转型呢？还请关注主播即将推出来的算法篇呢。那么如果我们要从事 AI 领域，我们应该选哪个行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啊，我们今天都是图表。这是一张从2023年到2027年的不同行业的职位变化图。那么这张图里面居第1位的是媒体、娱乐和运动行业。那么这个行业消失的职位和增加的职位之和，占到现在的整个的职位总数的%比，是各个行业中最高的，达到了32%。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所有的工作岗位里面1/3，实质上都会有变动。到未来2028年的时候，实际上1/3的岗位都已经被变动过了。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之前的视频分析是一致的。那么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它造成了传统的媒体行业的大幅的震动，像视频、音乐、语音、图片的创作、编辑、生成的门槛都会大幅降低，从而形成整个行业的大洗牌。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这张表格里面排名第5的金融服务业，那么也是如此。那么金融服务和大数据使得金融交易数据分析变得更加自动化，使得行业内的工作的调整结构也会大幅的大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所以呢，相对不友好一点，或者说是友好的做一个提醒，就是从事这2个行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留给你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可能需要抓紧时间来转型了。那么另外呢，这张表格中的信息技术和技术通信行业，职位变动的话都是并列第2多的，都一样达到了29%。不过对于从事这2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2个行业的职位都是以增加为主，就是说它的变动虽然很多，变动了29%，接近30%，但是大部分实际上是以职位数量增加为主的，所以的话，这个行业的薪水基本上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所以谁会嫌薪水更多呢？对不对？掌握前沿的核心技术，一直是立足这个行业的不败真理，不是吗？到这里，我们这个4×3的表格，那么第1个空格就已经说完了。那么让我们打开表格，在这个表格里面填点什么呢？好像要填写那么多的行业，那么多的职位，怎么填呢？那我们就直接填2023年未来工作报告吧。表格里填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2023年到2027年的工作发展趋势，在观众朋友们的脑海里更加清晰了。这个视频目的也就达到了。等一等，我们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在这一集里面还要去提一下表格里面第1行的第2个空格，那么也就是人工智能第2阶段对打工人的影响。
其实这一部分在上一集中就已经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了。那么人工智能发展到第2阶段，能力基本上就已经接近人类顶级专家的水平了。AI 将渗透到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中去。我们前面看到，第1阶段受到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娱乐啊、媒体啊、体育行业，他们的职位变动率是最高的。那么等到 AI 进入第2个阶段之时，那么几乎所有的行业、各种职位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与 AI 协同，在各个领域进行研发、研究、探索的职位都会大幅的增加，而大量的一般的脑力劳动职位，就比如说律师、医生、程序员、市场营销、财务、项目管理、金融分析师等等，都会大量消失。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说，AI 对工作职位的影响可能就会显现出来，就像今天办公自动化对职位的消失的影响一样，可能基本上会在2028年到2040年之间。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像AI 做不了的一些照顾小孩啦、照顾老人啦、清洁工啦、大车司机啊等等的这些工作的薪水，那么它会因为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快速提高，所以他们的薪水也会快速的上涨。那么人工智能第2阶段将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效率提高最快的阶段，人类将迎来一个终极繁荣。当然也会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的阶段。如果你再看这个视频，说明你基本上肯定是能活到人工智能的第2个阶段了。那么此时，如果在2028年前的第1个阶段，你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行业，那么恭喜你，在这个人类终极繁荣的时代，你已经占据了优势的生态位。即使你没有成为某个人工智能领域应用领域的行业翘楚，至少你也是一个带领团队冲击人类未知领域的小组长了。那让我们回到这个4×3的表格啊，打工这一行，那么第2阶段我们填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什么行业，都会在这个时期受到人工智能影响。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空格中填下“趁早介入”4个字吧。这个视频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第1行第3个空格依然没有填。就如同上期视频声明的一样，当人工智能进入第3阶段，也就是获得了自我意识的阶段，自我意识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会发生？会不会发生？发生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些基本上都涉及到哲学甚至宗教信仰的一些内容啊。它值得我们单独开几期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所以暂时我们就把这一列空着吧，就把这个话题搁置一下吧。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